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，可真是让我这个做了20多年红娘的人都震惊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前几个月我接待了一对挺特别的情侣，新娘子欣桐是东北姑娘，新郎立伟是台湾小伙。两人是在网上认识的，聊了半年，立伟飞来大陆见面后，两人一见钟情，交往了不到1年就决定结婚。哎呀妈呀，我当时就觉得这进展也太快了吧。但是小两口感情确实很好，而且立伟家里条件不错，在台北有房有车，做的是科技行业，年薪也有小几十万。欣桐家里条件一般，父母都是普通工人，但姑娘长得水灵，性格也好，勤快懂事。双方家长见面那天，我作为红娘全程陪同，刚开始挺顺利的，两家人相谈甚欢。立伟爸妈看起来挺开明的，还带了不少台湾特产，欣桐爸妈也很热情，做了一桌子东北菜招待。酒过3巡，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了婚事安排上。欣桐妈妈开口说，我们东北这边按照传统习俗，男方是要给彩礼的。立伟爸爸点点头，这个我们了解，台湾这边虽然不太流行彩礼，但是我们尊重你们的传统。欣桐爸爸说，我们也不是那种把女儿当商品的人，主要是乡里乡亲的，面子上要过得去。我们商量了一下，彩礼要个整数，12万。我当时在旁边听着，这个数目在当地来说不算高也不算低，挺合理的。立伟父母当场同意了，两家人举杯相庆，气氛很是和谐。谁知道就在婚礼前1周，风云突变。那天我正在办公室整理其他客户的资料，突然接到欣桐的电话，姑娘哭得不成样子，丽姐，完了，我妈临时加彩礼了，立伟不见了。我一听就知道出大事了，赶紧问清楚情况。原来是这样的，婚礼前1周，欣桐妈忽然跟立伟说，因为最近听说邻居家闺女结婚收了20万彩礼，自己女儿嫁到台湾那么远，怎么也不能低人一等，所以彩礼要加到20万。立伟当时有点懵，但看欣桐为难的样子，就说好吧，我去取钱。结果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。我听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啥？临时加8万？你妈咋能这样呢？欣桐在电话那头崩溃大哭，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妈前2天跟她姐妹聚会，回来就变卦了，说亲戚们都说彩礼太低了，嫁女儿到台湾那么远，得多要点，不然会被人笑话。我当时不在场，等我知道的时候，立伟已经答应去取钱了。我赶紧问，那立伟现在联系得上吗？联系不上了，电话打不通，微信不回，已经2天了。婚礼就定在5天后啊，酒店定了，亲戚都通知了，伴娘伴郎都安排好了。丽姐，我该怎么办啊？欣桐声音都哑了。我听完后火冒三丈，这种临时加价的做法，简直是在把婚姻当买卖。而且双方都不是本地人，台湾小伙大老远跑来，结果碰上这种事，能不寒心吗？我安抚了欣桐几句，立马开车去了他家。到了才发现，欣桐家里乱成一锅粥。欣桐跪在地上痛哭，他妈妈也在抹眼泪，他爸爸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，脸色铁青。我进门后二话没说，先对欣桐妈妈就是一顿批评。大姐啊，你这是干啥呢？之前都商量好的事情，怎么能说变就变呢？人家小伙子大老远从台湾来，你这不是存心给人家难堪吗？欣桐妈妈也很后悔，我也知道错了，就是当时被姐妹们一说，心里不平衡了，我没想那么多后果啊。欣桐跪在地上，哭得眼睛都肿了。我真的很爱立伟，我们明明可以很幸福的，现在怎么办？我怎么活啊？看着欣桐这样子，我心都碎了。做红娘这么多年，我见过太多因为金钱问题而破裂的姻缘，但像这样眼看着就要修成正果，却在最后关头出岔子的，还真不多见。我赶紧拿出手机，试着联系立伟，电话依然是关机状态。我又联系了立伟的父母，电话通了，但立伟妈妈语气冰冷，我们立伟已经回台湾了，这边亲家临时加价，让我们很为难。在台湾，我们不兴这一套的。立伟说了，既然对方家里这么看重钱，那这个婚可能不适合结。我苦口婆心的解释，这个真的是误会，是欣桐妈妈一时糊涂，欣桐本人一点都不知情啊。您看孩子们感情这么好，能不能让立伟再考虑一下？原来说好的12万彩礼一分不少，
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家的那8万取消。立伟妈妈叹了口气，不是钱的问题，我们立伟说了，他不在乎那8万，他在乎的是那层窗户纸被捅破了。婚姻在有些人眼里，到底还是一桩交易。他现在心里很失望，需要时间冷静。人啊，有时候真的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心彤妈妈这一时糊涂，可能毁了女儿一辈子的幸福。我挂了电话，看着心彤那绝望的样子，心里也很不是滋味。做红娘这么多年，我深知一段好姻缘有多难得。2个人能互相喜欢，2家人能门当户对，这已经很不容易了。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一段跨海姻缘，却被这么一件俗事给搅黄了，真是太可惜了。我对心彤说，别哭了，事情还有转机，你先给立伟发个消息，表明你的立场，告诉他这事你完全不知情，你愿意接受原来商量好的彩礼，甚至不要彩礼也行，你在乎的只是和他在一起。心彤擦干眼泪，点点头。他拿出手机，颤抖着手指给立伟发了一条又一条消息，但全都显示未读。接下来的几天简直是噩梦，婚礼不得不取消，心彤要亲自给每一位亲友打电话解释情况，每打一个电话，他都要被问东问西。有的亲戚还说风凉话，早就说嫁那么远不靠谱，这下好了吧？你妈也是得寸进尺，这下把好事给搅黄了。心彤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，整个人瘦了一圈。她每天魂不守舍，手机不离手，就怕错过立伟的任何消息。但立伟就像人间蒸发一样，完全联系不上。我也试过多次联系立伟父母，但他们态度也越来越冷淡，最后干脆不接我的电话了。眼看着婚礼原定的日子一天天临近，心彤越来越崩溃。婚纱照已经洗出来了，婚纱也定制好了，婚庆公司和酒店的定金也交了，这一切都成了徒劳。婚礼前一天晚上，我接到心彤的电话，她声音沙哑，丽姐，明天本该是我的大喜日子，现在却变成了噩梦，我该怎么办？我真的很爱立伟，没了他，我怎么活啊？这话听得我心惊肉跳，赶紧开车去了心彤家。到了才发现，心彤一个人在家，父母因为内疚和自责，去亲戚家暂住了。心彤坐在地上，面前摆着他和立伟的婚纱照，眼睛红肿的像桃子。丽姐，你说立伟是不是真的不要我了？心彤抬头问我，眼神里满是绝望。我叹了口气，蹲下身子抱住他。傻孩子，事情还没到最坏的地步，感情是需要考验的。如果立伟真的爱你，他会回来的。可是我等不及了，明天就是我们约定的婚礼啊！所有亲戚都知道我被台湾男友甩了，我以后在这个镇上还怎么抬头做人啊？听着心彤这话，我心里一惊，赶紧看了看周围，确认没有什么危险物品，才稍微放心。我握住心彤的手，傻丫头，你才25岁，大好年华还在前面呢，为了一个男人，值得吗？心彤摇摇头，丽姐，你不懂，我不是为了立伟，我是为了自己。我真的很爱他，我以为我找到了此生挚爱，可现在一切都化为泡影了。心彤的话让我心如刀绞，我这个当红娘的本该成人之美，却眼睁睁看着一对有情人阴阳相隔，这感觉真是不好受啊。心彤，听丽姐说，感情这种事强求不来，如果立伟真心爱你，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就放弃的。如果他这么容易就放弃，说明他的心也不够坚定，那么你们的婚姻迟早会有问题。我抚着心彤的后背，轻声安慰道。心彤摇摇头，眼泪又掉了下来。丽姐，我知道这次是我妈妈做错了，但立伟也太决绝了吧，连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，就这么一走了之。是不是从一开始他对我就没那么认真？这个我可不这么认为。我思索了一下，说道，立伟能从台湾跑来大陆和你谈恋爱，还带父母来见面，准备结婚，这份心意是真的。只是这最后的变故可能触碰到了他的底线。要知道，不同地区的人对待婚姻的观念不一样。在台湾，男女平等思想更强，彩礼文化没那么重。突然加价，在他看来，可能就是把婚姻当交易，伤了他的自尊心。心彤低着头，喃喃自语，那我该怎么办？难道就这样放弃吗？我正想安慰他，突然心彤的手机响了，他像触电一样扑过去，但看到来电显示后，失望地垂下肩膀，是他妈妈打来的。接完电话，心彤告诉我，他妈妈因为愧疚，整夜睡不着觉，
想回来陪他，但欣桐拒绝了。他现在不想见任何人，尤其是他妈妈。我能理解欣桐的心情，但也知道这时候亲情的支持很重要。欣桐，你妈妈也很后悔，你不能一直怪她，她也是为了你好，只是方式错了。你们母女俩应该一起面对这个困难，而不是互相责怪。欣桐点点头，眼神却依然空洞。我知道短时间内她很难走出这个阴影。突然，欣桐站起身，走到衣柜前，拉出一个大箱子。她打开箱子，里面是精心准备的婚纱和喜服。明天本来是我的婚礼，我想穿上它，哪怕只是自己看看。欣桐的声音很轻，却充满了决绝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赶紧说，那我陪你一起试，好不好？明天我们就在家里，你穿上婚纱，我们拍几张照片，就当是完成一个心愿。欣桐勉强笑了笑，开始换衣服。穿上那件洁白的婚纱后，欣桐站在镜子前，泪水再次夺眶而出。那一刻，我看到的不是一个被抛弃的新娘，而是一个坚强又脆弱的女孩。她所有的梦想和期待都寄托在这件婚纱上。丽姐，我还记得第一次见立伟的场景。他站在机场出口，手里捧着一大束向日葵，对我说，欣桐，我总算见到你真人了，比照片上还漂亮。欣桐回忆着，脸上浮现出幸福的笑容，但很快又被悲伤取代。我看着镜子里的欣桐，心中一动。欣桐，我有个主意，你明天就按原计划穿上婚纱去机场，万一立伟回心转意呢？说不定他已经在路上了。欣桐眼睛亮了一下，但很快又暗淡下来。不可能的，丽姐，他连电话都不接，怎么可能突然出现？傻丫头，爱情就是这么神奇啊！再说了，你总不能一直这样消沉下去吧？要么痛痛快快哭一场，要么就振作起来，去争取自己的幸福。我语气坚定地说。欣桐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抬起头，丽姐，我决定了，明天我要去台北找立伟。我一愣，啊，这么突然，你有签证吗？有的，我们之前就办好了双方的签证，为了方便来往。欣桐的眼神中终于有了一丝光芒，我要亲自去找他，当面问个清楚。如果他真的不爱我了，我当场就会接受现实，转身离开。但如果还有一线希望，我不想轻易放。看着欣桐重新燃起的斗志，我心里既欣慰又担忧。那你准备怎么找他？你知道他家地址吗？知道，我们视频的时候，他带我逛过他家附近的街道，而且他公司的地址我也有。欣桐说着，已经开始在手机上查台北的机票。我想了想，觉得这个计划虽然冒险，但总比欣桐在家里自怨自艾强。于是我说，好，那我支持你。不过你得告诉你爸妈一声，别让他们担心。还有，你要答应我，无论结果如何，都要坚强，好吗？欣桐重重的点头。丽姐放心，我不会做傻事的，我就是想为自己的幸福争取最后一次机会。就这样，在原定婚礼的当天，欣桐不是穿着婚纱走进婚礼殿堂，而是拖着行李箱踏上了前往台北的飞机。我送她到机场，看着她瘦弱的背影，心里既担心又期待。欣桐到台北后，第一时间给我发了消息，她按照记忆中的地址找到了立伟的家。站在门口，她犹豫了很久，最终鼓起勇气按响了门铃。开门的是立伟的妈妈，看到欣桐，她又惊又怒，你怎么来了？欣桐深吸一口气，阿姨，我知道您可能不想见到我，但我只想见立伟一面，当面问清楚。如果他真的不想和我在一起了，我马上就走，再也不打扰你们。立伟妈妈脸色复杂，犹豫了一会儿，终于侧身让欣桐进了门。立伟不在家，他这几天一直在加班，很少回来。欣桐失望地低下头，那您能告诉我他公司的具体位置吗？我去找他。你啊，立伟妈妈叹了口气。立伟这几天一直闷闷不乐，吃不好，睡不好，我知道他心里还是放不下你的。听到这话，欣桐眼睛一亮，真的吗？立伟妈妈点点头。不过彩礼这事确实让我们很寒心，在台湾，我们更注重两个人的感情，而不是物质交换。欣桐急忙解释，阿姨，那真的是个误会，我妈妈也很后悔，她也是一时糊涂。我们不要那8万，甚至原来说好的12万也可以不要，我只想和立伟在一起，钱不重要。立伟妈妈看着欣桐真诚的眼神，态度渐渐软化。你先坐下吧，我给立伟打个电话。
欣桐忐忑地坐在沙发上，看着立伟妈妈走到阳台上打电话。过了好一会儿，立伟妈妈回来了，脸上带着一丝微笑。立伟说他马上回来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欣桐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一些，但等待的时间却异常煎熬，每一分钟都像1年那么长。大约1个小时后，门锁转动的声音响起，欣桐猛地站起来，眼睛紧盯着门口。门开了，立伟出现在门口，他比1周前消瘦了许多，眼睛下面有明显的黑眼圈。看到欣桐的那一刻，他愣住了。立伟，欣桐声音颤抖，迈出一步。立伟没有动，只是深深地看着他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必须来。欣桐鼓起勇气走到立伟面前，我必须亲口告诉你，那8万彩礼的事，我一点都不知情。当我知道的时候，你已经离开了。我给你发了无数条消息，打了无数个电话，你都不回应。我需要时间冷静。立伟低声说，你妈妈的做法让我很失望。我不在乎那8万，我在乎的是这背后的态度，把婚姻当成交易。我知道，我理解你的感受。欣桐泪流满面，但那是我妈妈的错，不是我的。我从来没把我们的婚姻当成交易，我只想和你在一起，仅此而已。立伟看着欣桐哭红的眼睛，心软了几分。我也很想你。这几天我一直在想，是不是我反应太过激了？但我就是接受不了那种把婚姻当买卖的想法，我也接受不了。欣桐急切地说，我已经和我妈妈谈过了，她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。我们可以完全按照之前说好的来，甚至可以不要彩礼。我想让你知道，在我心里，我们的婚姻只关乎我们2个人的感情，其他都不重要。立伟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轻轻抱住了欣桐。对不起，我太冲动了，我应该先听听你的解释，而不是一走了之。欣桐靠在立伟胸前，泪水打湿了他的衬衫。你能原谅我吗？还愿意和我结婚吗？立伟深吸一口气，我当然愿意，我爱你，欣桐，这一点从来没变过。就这样，这对差点因为彩礼问题而分手的恋人，终于冰释前嫌。当欣桐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的时候，我简直激动地跳起来。2周后，他们重新举办了婚礼，地点选在了台北的一个海边小教堂。这次，双方父母都出席了，彩礼的问题也得到了妥善解决。他们决定按照原来商定的数额执行。同时，立伟家也准备了同等价值的嫁妆，真正做到了2家互相尊重。看着他们在教堂里交换誓言的那一刻，我这个老红娘也忍不住潸然泪下。婚姻不是买卖，而是2个人的结合，是2个家庭的融合，更是2种文化的碰撞和交融。